最近国际新闻圈出现一件让两岸都高度关注的事情，美国国务院突然悄悄在官网上删除了不支持台独这句话，这动作一出来，立刻掀起轩然大波。北京方面气得跳脚，痛批美国严重倒退，认为美方违反了一中原则。台北这边则欢欣鼓舞，感谢美国对台湾的重视。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删掉这句关键的政策语言？这背后有什么背景和影响？是不是在对中国发出某种警告呢？我们今天就用轻松有趣的方式来聊聊这个话题，顺便看看明居正教授怎么解析川普的用意，还有讨论一下台湾把国防预算提高到 GDP 3%这件事到底合不合理？为何有人说这是在挑衅中国？别担心，没有高深艰涩的术语，保证让您轻松看懂。首先，我们来说说这次美国务院官网删除不支持台独表述的事件经过。事情发生在2025年2月中旬，美国国务院更新了官网上的美台关系现况事实清单。眼尖的人发现，更新后的内容里居然不见了那句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要知道，这句话可是在美国对台政策中出现了好几十年，一直是美方对北京的一种安抚。然而现在，它突然从官网文件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句新增加的描述。美方表示，期待两岸分歧能以和平、不受胁迫且两岸人民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听起来是希望两岸自己和平协商，不要用武力解决。这部分其实也不是新立场，美国以前也常讲类似的话，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嘛。那关键来了，为什么要删掉不支持台独这句呢？美国国务院自己对媒体的说法是，这只是例行性的文字更新，为了更好反映美台之间的非官方关系发展，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美方还是遵守一中政策，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翻译一下官方说法就是，大家不要想太多，我们没变心，只是稍微修饰了一下措辞。但是北京可不买账，中国外交部在记者会上强烈谴责，这是严重违反一中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说美方在向台独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国官媒也群起攻之，指责美国以台制华，意思是拿台湾当棋子来对付中国。可以想象，北京方面看到美国拿掉了那句常年的保证，心里的警铃大作，美国该不会要改变对台湾的态度了吧？他们甚至敦促美方赶紧纠正错误，不然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都会受损。简单来说，中国这边认为美国这波操作非常不友善，仿佛美国在打一张台独牌，对他们是一种警告甚至威胁。与此同时，台湾这边的反应则截然不同。台湾外交部长对此表示欢迎和感谢，感谢美国政府展现对台美关系和台海稳定的支持。外交部的声明中说，美方持续恪守台湾关系法和对台6项保证，展现对台湾安全、经济、国际空间的重视。用白话说就是，台湾觉得美国这样做是在释放友善信号，等于更支持台湾了。当然要说声谢谢啦。对台湾而言，美国少提不支持台独，反而强调台湾是重要伙伴，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这些都是加分的正面表述。台湾政府也顺势重申，会持续加强自我防卫能力，深化跟美国等理念相近国家的合作，一起促进区域和平繁荣。听起来很官话，不过重点就是谢谢美国老大，我们会自己更努力守护家园。现在问题来了，美国删掉不支持台独到底意味着什么？这背后有什么样的背景？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类似的事情了。我们把时间倒回2022年5月，当时美国也曾经低调在官网上拿掉过不支持台独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类措辞。那时执政的是拜登政府，他们可能想调整一下对台描述，更凸显对台湾的支持。然而奇妙的是，大约1个月后，美国务院悄悄把不支持台独这句给加回去了。这一出拿掉又放回的戏码，估计是拜登政府意识到北京跳脚抗议，觉得火候过猛了，赶紧补上一句，安抚一下中国的情绪，避免局势紧张升级。简直就像逗小孩一样，话说重了，孩子哭闹，只好再哄一哄。总之，
2022年的那次经验显示，美国对于要不要明讲不支持台独，其实非常谨慎，一度试探过拿掉，但最后还是退了一步。然而这一次2025年再次删除不支持台独，情况看起来有些不同。首先2025年美国政坛出现了新局面，川普重新入主白宫。没错，这位充满戏剧性的前总统又回来了。新官上任3把火，川普政府对中政策比拜登时期明显更强硬。这次美国务院官网更新，被许多人解读为川普团队有意为之，用词上更强硬挺台，而且不再给北京以前那种放心，我们不支持台独的保证了。川普政府的国务卿上任后，似乎要展现与前任不同的态度，强调美台之间稳固的伙伴关系，弱化对北京的让步性语言。所以把不支持台独删掉，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政策信号。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在加码，对中国则在警告，别以为我们会一味压制台湾，不让台湾搞独立，你们不要太嚣张。毕竟原本那句话一直有点像是美国在向中国保证，放心，我们不会怂恿台湾独立。现在不说了，等于保证没了。中国当然心里发毛，美国是不是打算默许甚至支持某种形式的台湾地位改变？听起来很刺激，对吧？这里我们就要引入今天的重量级嘉宾，台大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看看他是怎么分析这波操作的，以及川普何在。明教授在一个网络节目上对此发表了看法，他可是研究美中台关系的高手，讲得非常透彻又有趣。首先，明居正提醒大家一件事，美国从来没有说过反对台独，美国官方用的措辞一直是不支持台独 ，do not support Taiwan independence， 而不是反对台独 ，oppose Taiwan independence。别小看这几个字的差别，这可是外交官字斟句酌的结果。不支持意味着美国自己不鼓励、不帮忙台湾独立，但并没有说如果台湾独立了，美国会怎样。换言之，美国并没有承诺要去阻止台湾独立，它只是表明一种立场态度。而反对或者不允许，那就严重多了，意味着美国会站出来拦着你，不让你做。所以美方长年以来用词非常巧妙，既安抚了北京，我们不推台湾独立，又保持了战略模糊，但我们也没说万一台湾要独立，我们会阻止。这就叫打太极，在模糊中寻找平衡。现在美国干脆连不支持这3个字都不提了。明居正认为，这并不代表美国改为支持台独，而是保持沉默，增加模糊，不明讲，让中国去猜。美国还是口头上遵守一中政策，可是他不再强调自己有责任压住台湾不要独立。这个变化其实主要不是冲着台湾，而是冲着中国来的。明居正指出，美国的对台政策从来不只是针对台湾本身，更多时候是优先针对中国。每个国家在制定对台政策前，都会先想清楚对中国要怎么搞，因为中国块头大、脾气硬，还是共产政权，给人的印象也比较凶，所以大家先瞄准那个凶的人，指中共在战略排序上先考虑如何应对中国，再来安排跟台湾的关系。美国当然也是这样。简单说，台湾问题其实是美中博弈的大棋局里的一部分，美国每一步动作背后都有看中国脸色或影响中国的考量。那么美国这次删掉不支持台独的用意是什么呢？明居正老师分析，这可能是川普政府下的一步棋，虽然表面看起来只是不说那几个字，好像很小的改变，但其实每一步棋都是为了对付中共。川普这个人大家都知道，风格大胆直率，常常语出惊人，很多人觉得他乱来，但明居正说，川普那些看似不合理的言论和举动拼在一起看，其实每一步都有他的战略考量，目标就是掐住中共的痛处。中共最担心什么呢？最担心美国改变对华政策，把几十年来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让步给收回去。而台湾问题正是中共心中最大的痛点和忌惮。美国现在不说不支持台独了，正对准了中共的神经。北京可能在想，糟了，美国是不是打算改变对台湾的政策？
明教授提出中共脑中浮现的3个可怕场景：第一，美国可能要挺台湾加入联合国；第二，美国可能要和台湾恢复邦交，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第三，更进一步，美国搞出个2个中国死也说不定。乍听之下好像不可思议，但对北京来说，光是想象一下都足以吓出一身冷汗，因为这每一项都会彻底击碎中共常年来在国际上孤立台湾的努力，动摇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个他们最在意的基础。我们一步步来看，最轻的，台湾进入联合国，这意味着全球正式承认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独立政治体。哇，这可是中共绝不能容忍的。他辛辛苦苦拉拢各国，不让台湾有国际地位，一夕之间可能前功尽弃。再来更重一点，美台复交，美国如果跟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等同直接打脸北京的一中原则，让世界觉得美国不再承认北京拥有台湾。最后最狠的2个中国，那几乎就是回到70年前的状态，同时承认北京和台北各自代表一个中国，这对中共来说更是不能想象的大忌讳。当然，目前美国还没有真的做出上述任何一步实质举动，只是修改了官网上一段文字。但是中共会怎么想呢？他们一定认为美国此地无银300两，没事改这个措辞干嘛？一定有所图。北京最怕的事情，你偏要让他觉得有可能发生，这就是川普高招的地方，借由停止重复不支持台独这句话来引发中共的不安和猜忌。明居正进一步分析，除了对中共心理施加压力，美国这招还有可能是为了在未来跟中国谈判时增加筹码。大家知道，川普最出名的就是打贸易战加关税那一套。他第一任时期就大幅扭转了美国对中友好的老路子，直接开干，对中国货加征关税，惩罚中共的不公平贸易和窃取技术行为。现在川普卷土重来，美中之间迟早会再掀起新一轮的谈判较量。尤其经贸领域，有人戏称关税大战 2.0 可能开打。在这种谈判桌上，台湾问题也许会变成一张有利的牌。美国删掉不支持台独，可以看作是在告诉北京，我手上可是有更大招哦，我随时可以在台湾问题上让你难堪。如果你想换我把话说回去，那你在贸易谈判、科技战等方面是不是也该让步点儿？这就像是在增加自己的议价筹码，让中共投鼠忌器，不敢太强硬。对川普来说，他最习惯的就是这种生意人的谈判艺术，先亮出底牌的一角，吓吓对方，然后等着对方来求和或者交换利益。总之，从明居正教授的观点来看，美国务院这次删除不支持台独的举动，的确可以被视为是对中国的一种警告和震慑。它传递出的讯息是，美国的对台政策更灵活强硬了，你中共别再咄咄逼人，否则美国也不会再给你吃定心丸。未来局势怎么走，美国可不见得按你预期的来。当然，美国官方嘴上还是保持战略模糊，没有明说支持台独或其他挑衅性的话，这让美方进退都有空间。北京现在进退两难，要不要因为一句话的删除就跟美国翻脸呢？短期内可能不至于，但心中的那根刺已经扎下去了。聊完美国的动作，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台湾自己这边。面对中美之间这些博弈，台湾当然不能当旁观者，自己的安全自己也得努力。最近台湾内部一件大事就是国防预算的提升。用数字来说，2025年度台湾整体国防预算将上看新台币6000多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占 GDP 比重大约提升到接近 2.5%， 而政府的目标是透过特别预算再加码，努力往 3% 迈进。为什么特别强调 3% 这个数字呢？这其实和国际上的趋势以及美国的期望有关。在北约、盟国都已达到 2% GDP 国防支出作为基本目标，而美国自己目前国防开支约占 GDP 的 3% 左右。有意思的是，川普总统特别在意这个比例。据川普前国安顾问伯明透露，川普每次问起盟友的情况，第一个问题常常就是他们国防开支占 GDP 多少。可见在川普眼里，盟友有没有认真自我防卫，用钱可以看出一二。如果听说某个盟友军费开支占比一直在增加，甚至赶上或超过美国自己的 3%， 川普会觉得不错，
你很有决心保护自己，自然比较不会怀疑这个盟友的意志。反之，如果盟友一直不愿意花钱防务，川普大概心里会 OS： 你自己都不努力，还想要我们来拼命？所以，台湾提高国防预算，某种程度上也是做给美国看，特别是做给川普看，告诉老大，我们很认真在备战，请放心，也请继续支持我们哦。毕竟，台湾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华府有人产生疑台论，怀疑台湾人自己不想防卫，那美国何必出手相助？只要加大投入国防，至少在数字上、气势上，让美国挑不出毛病，这对维持美台之间的互信非常重要。那台湾把国防预算拉高到 3%， 到底合不合理呢？从安全角度看，相当多专家都觉得很有必要。因为近年来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与日俱增，各种军机绕台、导弹演习，可以说3天2头就来一下。台湾周边局势变得比以前更加紧张，稍有风吹草动都可能擦枪走火。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如果还是每年只拿很有限的预算充当国防，小米加步枪，恐怕无法下阻对岸的野心。事实上，以前台湾的国防支出占 GDP 比例常年大概只有 2% 左右，和世界其他面临安全威胁的国家相比，其实并不高。举个例子，以色列长期维持在 5% 以上，韩国也接近 3%， 甚至就连全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本身也是 3% 左右。更不用说中国的军费总额早就是台湾的10几倍起跳，所以台湾把比例提高到 3%， 真的不算过分，反而可以说是补课，把过去防务投资的不足补上来，务实面对威胁。这笔钱会用在哪呢？大方向就是强化不对称作战能力，购买更多防卫性武器，像是反舰飞弹、无人机，提升后备战力，增加弹药库存等等。伯明就建议台湾多投资便宜有效的无人载具、飞弹快艇这类装备，还有加强训练和后备动员，才能在未来10年更有把握下阻战争爆发。总之，花钱买安全，在很多台湾人看来是值得，也是必须的。就算经济上辛苦点，总比将来真的打起来付出的代价小。不过话说回来，台湾内部也并非一面倒，支持增加国防预算。有一些声音跳出来，批评这样做是在挑衅中国，会把台湾推向战争火坑。他们的逻辑大概是，只要我们不军备竞赛，不刺激北京，北京就不会打我们。你看，你预算编这么高，买这么多武器，不就是刺激老共吗？万一因此擦枪走火怎么办？听起来好像蛮有道理，其实仔细一想，这种说法有点本末倒置。我们用一个轻松的比喻来说吧，如果有个坏蛋老是扬言要闯进你家打你，你于是装了防盗门，买了棒球棒防身，结果有人怪你，你这不是挑衅他吗？要是不装门不拿武器，也许他就不会真的打进来。这种讲法是不是很荒谬？难道面对威胁，我们应该干脆敞开大门，双手空空，让坏人觉得我们很好欺负，他反而就不打了？现实经验往往相反，软弱只会引来更大的侵略欲望。你越不设防，对方越觉得有机可乘。当然，防卫不是为了去激怒对方，而是为了保护自己。正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备战。所以我们买防具是正当防卫需求，不能因为歹徒可能不爽就不准备。台湾之前就有类似的争论，在2021年，有立委在国会质询时批评民进党政府提高军购预算是穷兵黩武，说什么只要中国不犯我，我们就不犯他。民进党不要老是挑衅，把台湾推向战火。当时行政院长苏贞昌听了，当场回击了几句很经典的话。他说，中共军机天天绕台，你却说我们穷兵黩武，我们有派飞机去绕他吗？没有啊，是他每天飞来我们这。作为国会议员，应该为自己国家讲话，不要替对岸讲话。这话可以说大快人心，事实也是如此。近年一直在搞军事挑衅的是北京，不是台北。共机共建从来没消停过，导弹时不时还飞过台湾上空。面对这样的局势，台湾扩充防务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自保行为吗？怎么反倒成了挑衅了？所以很多民众对于那些反对增预算的人感到不解，甚至会质疑反对的人是何居心。毕竟
按常理判断，一个正常爱惜自己家园的人都希望国家安全越有保障越好。如果有人老是唱反调，叫大家不要准备防卫，在强敌环伺下保持脆弱，这动机就耐人寻味了。有可能是过度天真，抱着乖孩子不惹事就不会挨打的幻想，也有可能是别有立场，认同中国那套论调，觉得台湾最好顺从一点，别浪费钱防御，反正最终不说自明。总之，批评增加国防预算是挑衅的言论，在台湾并不主流。大多数人还是明白，真正把台湾推向危险的是来自对岸的军事压迫，而不是我们为防卫投入多少预算。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今天讨论的几个重点了。美国务院删除不支持台独的政策语言，表面上一句话的改动，实际上折射出美中台三方关系中的微妙转变。对美国而言，这可能是一种策略调整，向中国发出警告，别再逼近红线。美国的耐心和模糊策略也有极限。如果中共持续军事恫吓或在台海采取挑衅行动，美国未来不排除采取更挺台的政策。川普政府上台后，透过这样的文字游戏，巧妙地施压中共，一方面让台湾安心，觉得美国更挺我们了，一方面让北京心惊，担心美国是不是要搞大动作。而明居正教授的解析进一步点出，川普每一步棋其实早有盘算。他停止重申不支持台独，正是一招反制中共的台独牌，逼得中共胡思乱想，担忧美国会不会真的推进台湾国际地位，甚至拿台湾问题来交换利益。对中共而言，这无疑是一种警讯，提醒他们美国手里还有许多张牌没有打，不要以为绑住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手脚。同时，台湾自身也在行动，将国防预算大幅提升，朝 3% 迈进。这既是对中共军事威胁的必要回应，也是配合美国战略增进美台互信的重要举措。台湾用真金白银表明了捍卫自我的决心，向国际宣告我们不做任人宰割的羔羊。这种做法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很合理，但也引来少数人质疑所谓挑衅之说。不过我们分析了，那种说法站不住脚，自我防卫从来不是挑衅，侵略者才是制造麻烦的一方。如果没有中国不停扩张军力，恐吓武统，台湾也无需一再提高军费。和平从来不是单方面妥协就能换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以软弱求和平，往往只会换来得寸进尺。正如一句老话，欲和平，先备战。只有让对方知道你有能力自保，反击，他才不敢轻启战端。最后，用轻松一点的口吻做个比喻，结尾吧，现在这局面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校园里三方在拔河，美国这边松开了一点绳子，中国那头立刻绷紧神经，双手更用力拉。台湾呢，则是在自己这头绳子上又绑了几个结实的把手，增加国防预算，好握紧防线。三方都在调整姿势，摆出更强硬的架势，这是在互相警告对方，我可不是好惹的。当然，谁也不想真的把绳子拉断，因为那意味着冲突爆发。理想的结果是，大家看对方都不是省油的灯，心生忌惮，最后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各退一步，维持和平现状。台海局势就像在走钢丝，需要各方精心拿捏平衡。我们只能希望这场复杂的博弈中，各种警告和信号最终能转化为下阻力量，避免真正的冲突发生，而不是哪天误判引发我们最不愿见到的局面。不管怎样，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现实，我们作为普罗大众，保持关心，但也不用过度恐慌，了解这些背后的用意和盘算，才能看穿新闻标题下的玄机。希望今天这样轻松聊聊，让您对美国政策用语的小变化、川普政府的如意算盘，以及台湾提高国防预算的必要性，都有更清晰的认识。未来局势怎么发展，我们会继续保持关注，同时也祝愿两岸关系最终能在和平理性的基础上找到出路，而不是走向谁都不愿见的冲突。风云变幻中，稳健准备，冷静应对，就是最好的生存之道。